那今天也是打了一个 BO5啊，是 B 站的这个表演赛。那前2的话是有一个 TOC 的突围赛资格，应该是。那前4局我也是领跑，离第2、第3都有一个2-3分的分差优势，但是奈何最后一把烂尾了。但凡不是老八，都能有一个前2。但是人生哪来那么多但凡呢？来看这一把吧，来看这一把，本来以为要8的局，结果吃了，是怎么样妙手回春的？第一个海克斯，疯狂观察。安慰剂的话是多经济开，我们这里就不考虑，因为我们是在野怪阶段就吃到10块的。库尔打击的话，过渡强度一般，相比于库尔打击，我可能更希望去拿一些装备类的即时战力。但这个以眼还眼啊，我应该是理解错了。本来我以为他要直接给一个闪剑，结果是以眼还眼加才会直接给一个闪剑。那这个以眼还眼的话是纯延迟战力。那导师制的话，目前我的数据库里面没有特别适配的阵容，可能卡米尔还可以，但是这个条件去玩卡米尔还不够糊，而且我们手里有一个2星羊刀拉克斯能过渡，所以就没有必要去把阵容限定在这个低费上面去。可以注意观察到这里，我在2阶段的时候不卡钱的情况下留了一只老鼠，因为手里是做了羊刀的，还是要给他留一些考虑的空间。虽然说这套阵容非常一般，那在野怪回合就已经有2张老鼠了，似乎是在暗示着什么。第2轮海克斯，健康就是财富，这没什么好说的，肯定不是百宝袋，因为这里装备已经够多了，这把就是装备类城邦。然后这个羊刀的话，还是暂时在拉克斯身上会好一点。又来了一张佐伊，佐伊是能带羊刀的，他的那个技能前后摇很短。然后阵容选择倾向的话，是更倾向于选佐伊的，因为对老鼠实在是没有什么信任度。野怪爆了一个大尼口，但是这里直接捏2星老鼠的话，可能对这个阶段的过渡没有太大的帮助。就是这个2星老鼠可能和这个2星拉克斯在过渡上面的实力来说的话，差不太多。而且比赛嘛，要玩的贪一点。这个装备锻造器城邦啊，大家都会更倾向于去选一些前排散剑来撑前期的这个过渡强度。包括这个版本的话，以狂土为代表的一系列前排装的优先级都非常高。那所以说，在拥有这些散件之后呢，其他人在3阶段的前排质量起来之后，我们就会发现非常难打。那我们这个场面质量在3阶段一路过过来，居然还是一个连败的状态，是非常的异于平常的。第3轮海克斯腰带一流的话，我这里前排张已经快要做满了，所以说刷掉。然后吃了灵魂的话也不太适合物理阵容，这里毫不犹豫的选下加冕礼，这个对于即时战力来说的话是非常大的提升。开始搜卡，这一波的目的就是搜到10块，搜到的所有的能用的质量都上去。那注意换怪的时候，不要把一些本来有的质量给换低了就行。4-2 10块，这个是我们昨天视频里讲到的这个地牌公式。那由于3阶段我们接受到的压力太大了，所以说这里的话也是毫不犹豫的捏了一个2星的位。我们有一个3项能给到他，待会儿以眼还眼还会有一个散件，那我们能保证在选秀的时候能有至少2件装备给到位，所以说这里捏一个2星位撑场面质量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老鼠这个阵容4阶段可是不能输的哟，那搜完牌就输，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啊！而且我们的胜负关系还是断掉了这一波。这把不仅3阶段压力大，4阶段压力还大。我们4-3又输了一波，对面是一个搜的还不错的黑莓，有蚂蚱，然后前排也有盖伦。但是我们这里要做的是什么呢？沉住气。那可能换我平时玩排位的时候，可能就忍不住要地牌了。但是我们这一把如果死在8级的话，一定没有未来。我们一定要按照那个地牌的花钱的公式，4-5是30，那我们这里就是30块，1分钱都不会多花，要不然我们5-2上不了9。当然这里除去备战席的卡，我们其实剩的不止30块，所以我们这把的上9时机可能会提到5-1。我们地牌不是地的特别差，而且这个阵容它也不是说，它不是一个阵容，是临时拼凑的，强度没有被验证过的阵容。按常识来判断，2星位2星老鼠肯定是够了，上9的话，这也是底气所在。一变的话也是以省钱为主，刷了几下出一个能用的根深蒂固已经很不错了。这一把来看的话，像装备锻造器这种在2、3、4阶段的整体的节奏都会更紧凑，像比如说对面这个卡米尔，他这种低费阵容的成型就会很快，包括一些在8人口能够多花钱养多个 C 位的阵容，在多装备的加持下，也能在4阶段和5阶段早期拥有比平时更强的实力。容错直接来到死血，我以为我要8了，
我刚一不得不上9了，虽然这一波是干拉，但能提点就是一点吧，要不然再输一波的话就要老8了。这里直接挂了一个娜美，以外交2法师，法师是一个群体羁绊，开到2的话有一个全体的10点还是20点法强。遇到一家成型的还不错的外交飞机，不过他没有选择养位，他没有带位的那边，带的是兰博这边，这一套比较一般吧，上限还可以，全看兰博养的好不好。他有一套战士装投资给了安倍萨，安倍萨是一张不太健康的卡，可以看到他在这个团战里面的发挥也是非常的幽默。那为什么死活要上9呢？首先9级多一个人口是即时战力，其次的话递到4费卡的概率会更高。你8级就算是收到2星4费，它也无济于事。但是9级能收到2星4费的同时，能补一些5费的质量，那就有上限。买的是一手希望，这希望不就来了？2星末的凯撒，2星末的凯撒，赶紧把魏的装备拆下来。这个加冕里能给冠冕加攻速、攻击力还有法强。那我们这里铁男也是非常需要启动，所以说这套装备直接移植给铁男还是非常合适的。受限于实验格，我们的老鼠和蒙多动不了位置，但是这个铁男得拿去对位。2星双吸的铁男在这个时候应该还是没有办法被主 C 直接锁头秒掉的，所以放边角挨打启动是比较合适的。但是这一波我们没对到，还被对面的杰斯锤了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的质量起来了。老鼠穿后排的优势也在此显现，把对面的大头给解决掉。打3星乌鸦这一波就能看到，一波铁男的成功对位对后排的威胁有多大。直接把对面的阵型扰乱之后呢，还把 C 位干到了残血。我就是被这样搞过啊，交过学费所以偷到了。黑莓蚂蚱，这里看到他只剩1张大头就要3了，赶紧防守一下。其实早就应该观察的，到现在防守的话都属于警戒心不够了。那从这一把就埋下了伏笔。我对于自己能吃鸡的局防守别人这件事情还不够敏感，也是在倒数第2把的时候能吃的局给人家偷了一个3星艾克。打卡米尔这一家是一个挑战，我们的2星铁男一定不能先送，在对位的时候把一些他能一脚踹死的单位，对我们也不是特别重要的单位放在了他的脸上。等到他水印效果结束之后，我们场上剩余的蜘蛛啊、铁男啊能够发挥最后的作用，才有机会能赢下关键的这一局。当然对面也不菜啊，在读到这一层信息之后呢，尝试将卡米尔放到铁男的同侧，以达到迅速击杀铁男的目的。这波铁男的确没有打多少输出就死了。我的正确做法是，要么把铁男放到第2排，两侧用副坦去顶，来确保铁男是在副坦死亡之后才开始吃伤害；要么就是提着铁男去对位，躲一下这个卡米尔。那这一波他的这个换位也是太假了，他的薄木都在右边，怎么可能把卡米尔放到左边呢？一般来说，我先给你看我卡米尔放左边，那最后都要换到右边去。不是那种顶尖高手要晃你的话，大概都是这样的。当然这个也不绝对，像神超这种顶尖高手，他也是喜欢假换的。这把这个卡米尔他要换的怪至少是2个，水银得吃吧，薄木得吃吧，盖伦的血量也要吃吧。如果说他要吃盖伦的另一侧的话，他要换3个怪，我们只需要动1个位置。所以说只要我盯着他看，换位肯定是换不过我的。感谢各位的投币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